我漠河水族今日遭此劫难，非血债血偿，不可磨灭。只要能手刃仇敌，桑丘甘愿堕落。你不觉得现在才来和我赔罪已经晚了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要你的命，可惜了，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我这个肮脏下贱的放妖手。事情不好了，桑夫人不见了。这不是战神明月吗？我们势不两立，你小蹦精，自投罗网，一起散！能停止同悲道，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。小蛟龙，你还要做什么？原来魔神也会害怕。哼，你可真有意思。这一次，吾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今日，无论生死，我必将你诛杀。是吗？那就让吾看看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！果然，邪骨离体，便可伤及魔神；待将邪骨充盈，便可将其彻底诛杀。父皇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抓到你了，是我抓到你了。我们以佛教的波尔浮生为世界的理念轴，在美学气质上创立了唐月静明独有的时间之为的美学。我们这部戏呢是以敦煌元素为主，然后力志打造一个新仙侠的特效风格。我们整体剧的特效时长大概有1000多分钟吧，占总时长的1半以上。主要分为神魔篇、人间篇、仙盟篇、荒渊篇，各有特色，同时又在一个统一的逻辑跟调子里面。首先呢，最上层的是灵台，是离世感、抽象的、概念的、超奇幻的。灵台往下就是上清神域，当年的上清神域神圣而庄严，是远古的文明，具有古老的年代感。我们选取了相对比较多的建筑，但是在天空层面呢，我们又体现了神域整体的辽阔跟火冒。仙界是修真气质，缥缈而与世隔绝。上古神魔大战之中，魔神怒撞天柱，天柱倾倒。天柱的中段呢，倒塌在了人间，形成了人间的长泽仙山，这个就是衡阳宗。仙界再往下是人间，人间当然就是非常繁盛繁华的所在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荒渊，这里是因为是时间和空间的尽头，并无限的坠落，所以荒渊的气质就是扭曲、黑暗而无止境。除了几大场景之外呢，我们小场景就达到了上百个左右。荒渊一江湖的水耳时长呢，就长达40分钟左右。它独一无二也是最难的设定，其实是如何能体现时间之为的美学。比如说祭哲神庙的设计，
时间之神纪泽他镇守荒渊，树洞变成了他的神庙。我们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佛教修行中的树堪罗汉，时间生死在这里被无限的切割，被互为因果。魔域是魔神王座为核心的一座高山，是荒原最核心的地带，魔气浓重，气氛呢就是寂静黑暗，不生不死。还有我们设计封印在荒原中的魔宫，被困在了时间和空间的缝隙中，不生不死，不灭不存。我们的阵法设计、场景设计元素都是在敦煌的元素上提取之后再进行了一个优化。逍遥中的阵法采取了以山体为主，以点线进行了勾勒，而衡阳中它的阵法采取点线为主，辅以符文元素，而流动的效果呢，更加增加了衡阳中修真第一门派的那岁月感。雾殿结界我们是以土神法相为主题，造型上以中国神佛的造型美感为基础，强调了神性和神圣感。逍遥剑意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一个剑群集，且每一把剑上都会带着一个灵力以及灵力划过的痕迹。魔界的法术则是带着一种邪恶的毁天灭地的能量感，所以整体采用这种粒子为主体，烟雾为辅思路去制作。同辈道是魔神毁天灭地的一个大法术，它以九星连珠为契机，众生献祭，九星连珠日食出现，天空变黑。而在幽冥川一侧，明月同时也被九星连珠遮挡，月食出现，这是最悲惨的末日，气氛呢就是绝望的、悲惨的，世间的一切悲剧不能与之相比。屠神的法器是有很多的，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影视剧是用屠神弩来去作为一个魔神的法器的，它一定是能够毁天灭地的。屠神弩是根据我们世界观设定的6臂神弩上进行了一个优化，它是能够在视野范围内锁定所有的目标，一次性摧毁。黑红金的配色，翅膀上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特殊材质啊。中间的野球呢，采用了拟真的手法，在贴图上面也采用了2次置换。3大魔器之一的洗髓印，它自身的运动以及它变形的过程，我们大概经历了2个多月的测试，然后前后有20多版的效果。洗髓印自身的动态，它会有一种呼吸感。洗髓印变形过程中使用了 Blend Shape 这个节点，然后让它从正方形的一个模型变成了花瓣的一个模型。主体的那个部分，我们就大概做了10几层的元素。斩贴剑呢，作为近战武器嘛，然后材质做了一些黑加红的一个折射材质，为了凸显这个层次。然后里面的红色嘛，也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深浅的颜色信息。在讨论开篇的九龙一车的时候，是以唐鎏金坐龙为设计参考，更具有古风。关于水下蛟龙，这场戏总共就有超过400多个视效的镜头，蛟龙生物角色就有100多个，蛟龙的材质也是经过了多次的修改。在普通蛇的皮肤质感上增加了这种湿润和通透的效果，表面上也在散发流动的光亮。营业桑酒大婚这场戏的视效难点，为了达到逼真的羽毛质感，平均每个镜头的毛发剪算和渲染需要120个小时。我们的12神的设定其实是中国先秦神话世界里边对于12神的设定，他们每个人都有法相，他们的每个的法相都有单独的设计，而这个都是有根源的。这个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致敬和再现。整个的长月烬明最难的设计其实就是天柱大战，我们也耗费了1个月时间设计大战的全流程。我们有大量的打斗戏份，尤其是神魔大战部分，将近50分钟的纯特效打斗，这部分的戏基本是从头做到尾。明夜用术法困住魔神的这一段，我们选用了以卷轴作为主体，这是致敬了我小时候的一个作品，叫《天书奇谭》。关于初皇陨落的这个画面，我们参考了很多凤凰灵雨的设计，
所以在空间法术上进行了一个调整以及运用，让其出环陨落的这个场面看起来既有凤凰翎羽绽放的美感，又有神明陨落的悲壮的破碎感。这次长月烬明的特效制作工作中，主要的难点集中在特效量大、特殊设计多、想法比较新颖，所以需要从拍摄期就开始介入，进行定制拍摄。我们的男主罗云熙、女主白鹿在这一次的视效名场面中，其实就是表现非常好的，特别的专业。现场拍摄的时候，对于他们的业务能力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花絮中，现场都是在软密布的情况下。环境音呢又很嘈杂，但是他们很快呢就能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，展现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演员的信念感。我们在制作过程中不遗余力，为了能呈现更好的效果，打破传统特效的制作方式，在后续制作过程中精益求精，不惜调整整体的制作方向，只为能够做到最好。通过这个剧，我们想以视效自身的独有角度去介入到整体的剧情制作当中，扭转大众对后期视效工作的刻板印象，让视效技术在国剧制作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为国剧、为中国仙侠剧赋予独有的中国式的浪漫。